Hello，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还是来看这位辅助绝活哥的一个出装拉克斯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在他的娜美那里我就已经说过了，他的玩法都是比较激进的，所以他的女粉丝特别多。因为什么？因为辅助玩得好的女粉丝都喜欢看呀。像下个版本不其实就是为了要保护让一些女玩家玩得别那么难受嘛，因为双人路太容易被越了。下个版本的话，3个人越塔的话，就会让卡这个产生巨大伤害，就禁止你们去越双人路，但惨的就是上单了。这里的话必须得让，这里的话能走就行，有疾跑，但对方兵线过来就麻烦了哦。送吗？没机会，让那个队友吃个果子但还是让德莱文吃到人头。其实早点吃的话，硬吃这个是没问题的。但这里的话把德莱文给终结了。像刚刚那个对面打野没 W 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是吧，直接去吃果子了，但没关系。这样的话可以一个 EQ 把兵线全清了，可以清完一波兵。剑圣送塔了，应该是被发现了。哇，吃了2个眼，爽吃。但队友又被逮住了。吃到了个可惜。那这局的话，可能 C 位得让自己来了。辅助变成了 C 位，龙王的话没什么蓝量，没什么伤害的。但对面太那个了，剑圣又不过来，剑圣过来的话起码能打一打。直接上引燃给了 Q， 回头 A 一下那个特效伤害。进的话可以收掉人头。这样的话总体打下来是不亏的，但有个点就是资源的话大部分都在绝活哥这边。你看鞋子和那个法穿都可以做了，就再打算吃一波兵线，把兵线给推进去，不然被卡着的话会很麻烦。这种要卡的话就让他卡吧，还好像扛不太住。如果他一直强行卡的话又不回家，那下一波兵就是血量不是很健康，就可以去压着对方打。这里的话应该是放眼了，果然你看是这种3个人越塔，你说你怎么顶呢？如果说辅助是个女生，然后射手是男朋友，根本就玩不了。还有个点就是，先看完这局，先看看这里面打的怎么样。前期的话呀，E技能去消耗对方就行了。你可以看到的话，他是主 E 副 Q 的。控住了就直接打一套，一个 Q， 你看就各种越双人路，所以下个版本就不能是这样玩了，知道吧？因为越塔的话，就那个防御塔就会变强，然后就是情侣就比如说你像很多双排的话，情侣双排，那你怎么不可能说让自己的女朋友辅助别人，然后他自己就去？如果像以前猫咪对吧，我选个人马或者莉莉娅是吧，我能增强法强，我操，强的要死，那另外一回事。现在不给了呀，现在只能增强攻速那些对吧，没什么用。有，那这样的话，那个什么峡谷制造那个僵尸守卫都点满了，5成50点法强。直接炸一个闪光，一个 Q 控一个，然后大招给出去，进的话没配合呀。
他第一时间没跟伤害，他甚至可以开大招跟伤害都可以，也没必要这样子去上。他大招闪现肯定是比大招值钱的。还有一个现在就是你说，如果说这样子双人路到时候下个版本抓不了，对吧？那难受就上单，因为我不知道手游上单会怎么改啊？因为英雄联盟已经改了，英雄联盟现在是改了什么？射手可以出第7件装备，然后那个上单的话是可以升级到20级，因为它满级是18级的，所以手游会不会也会说啊，能比如说从15级升到17级或者18级，对吧？多一些等级呢，也有这么个可能啊。但后续的话还是得看正式版本，还是说只是单纯的把你上路，比如说你是上路线的话，你的比如说你吃兵线的经验就会更多。但这样的话，有一些比如说思想比较活跃的玩家呢，他就会有一些比较科研的一个方向啊。这就需要我们到时候绝活哥们，对吧？这种高手玩家去研究以后，我们把他的视频录下来，分析给大家去学习。这就是看我视频的重要性，懂啦？懂了就发评论。这里的话丝血没炸死，然后他又跑还好不是德莱文的人头。那这龙王好恶心啊！你看到自家队友永远不来，对面队友天天来的，这种局的话其实有点难打了。然后还有一个点，他带的是先攻，我不太建议大家这么玩。如果说普通玩家，对吧，不是那种绝活哥，没必要这么去玩这个。这里大招给出去，还差一些。快了1秒的样子，如果慢一点的话就刚刚好了。这里禁锢住炸一套，塞恩的话应该是能收掉这个德莱文，还行。一个 Q 闪，打一个闪光。这个近的话没有伤害啊，这局的伤害全看辅助这边打的输出。这里炸一下闪光，就指东打西，你第一时间以为是吧？你会给到脸上的人。但这里挂上血怒以后，自己的话也跑不掉了，给了个 Q。后续剑圣没有大招，但是应该是能收割死的又给了减速，那没了。哇，对面要5杀了！这剑圣没买鞋子吗？哇，对面5杀了。好了，这种情况下有个点就是，绝活哥肯定会放弃队友。选择自己打 C 位，刚好扎死。刚刚剑圣是没有买鞋子的，先做了破败的。其实攻速鞋对剑圣来说还是很关键的。天生无邪是吧？所谓的无邪就是天真无邪。之前就是这个是在中国的一个春晚上，就是那个表演上的一个小品，是吧？但我不知道翻译会不会翻译给你们怪怪的，但应该听得懂中文圈的话，应该是就明白的。就是那个沈腾演的那个小品，特别搞笑。天真还是无邪？无邪就是没有鞋子，但是又玩了一个谐音梗。像
卡牌的话是有那个就是它有被动的，比如说他自己击杀的那个单位，就会有那个叫什么额外的那个金币获得。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他打一套还是很高伤害的。塞恩的话，这里的话，诺手绕过来了，有眼的，交闪现拉开，对方也过来，那有可能跑不掉了呀。血怒屁死，血怒都打不出来。但剑圣没关系，现在诺手比较肥的。但剑圣这边能收到有人头进账就没关系，整体来说3换2还是可以接受，因为是劣势。像这种情况下，反正那个僵尸守卫已经叠满了，所以把那个扫描换成假眼，队友的话不怎么做眼的，发现就有时候你必须得舍弃一些东西。但说实话也没有舍去啊，因为前面叠得太快了，所以假眼基本上就叠满了。就是那个僵尸守卫，这里大招准备抢人头，像第一时间的话可以给 W 起手，因为给盾什么时候给都无所谓，这样的话队友随时能吃到伤害，而且 W 的话，他只要路径上的队友都能给到护盾。这里的话，等2波兵线汇合，然后一起吃。现在的 Q 技能，只要不是命中对方的英雄的话，都不会。小兵的话，只要碰到就会产生伤害，但不会说像端游一样，一个 Q 会被小兵挡掉啊，是可以穿兵 Q 的。这里德莱文，可惜 Q 走掉了，不然的话可以打一套，说不定还真能秒。这里的话就不打算给经济给队友了，队友的打团那个太差了。射手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玩得很笨了，不属于那种高手的那种，就是你可以判断出来他不行，那你就只能放弃他，然后尝试自己 C。但如果说你玩的是功能性的话，那你就得在队内找大哥先。这里一技能大招抢到龙，一接大，太狠了，气死对方。有眼的交闪，这里放个闪光在脚底下，对方直接太生气了，弄手大人头。那手大人头的话有点难杀呀，这队友不太有伤害，还好大人头还是自己的，可以爽吃了。那这局辅助变 C 位，炸到了，没炸到。这样的话回头可以打小龙。这对面的打野啊，得拉去批斗啊！为什么大龙被抢了？说实话，打野只要打那个龙被抢，那跟其他4个人都没关系，都是打野的问题。我就跟你说，如果只要打野在这边的话，因为打野的斩杀线大概率来说就是比较高的。刚刚那里石头人那个位置，就是刚好是 E 技能最远距离啊，这是大家可以学一学的。这里补一下伤害，光辉大招 CD 又短啊，对方把3先交了，看看能不能把下路2塔给推了。中路的话有那个队友有射手在那里推，那下路2塔的话清完就撤，推完塔就往后撤。
经济的话整体上就是拉回来了，然后把中路2塔给偷了啊！对方第一时间就是想来秒这个拉克斯啊，因为他知道拉克斯伤害很高。这里的大招可惜对方是有那个3项的，加上疾跑，应该速度是比较快。被龙王连上还是挺麻烦，你没有位移的话。哦，队友估计要出事儿，射手没回啊，赶紧跑了。这里的话准备做推棒啊，对方的话诺手是有推棒，你啊，他推棒过来，直接推棒拉走就可以了。这里想要来赌一下这个，哎，大招没中，对方推棒过来，但设想的很美好啊，但是现实很骨感。为什么？你的推棒没被躲掉，被无情铁手拉了一手。对面诺手跑的是真快啊！我天，他是带相位的吗？不是吧？哦，一技能一个 Q1 把对面龙王给秒了。准备做个禅翼这件装备。对面的话有可能在打龙，哦没有，啊诺手提前过来看了。对面也是放了假眼的，两边都有视野在龙区。对面没有太多的刺客，所以这个切后排的任务，赵信好像不太行，所以只能大部分让诺手来去绕后切了。卡牌的话落点很好，过来支援一手。那这样的话收掉2个人头，哎 ，Q 到了 E， 这里准备 E， 但人家跑掉了，回来拿龙。拿完龙的话，下一波团战其实挺好打的。这里 Q 到以后大招，但队友已经伤害起来了。毕竟是辅助，所以过来扛这个伤害就行了。这里带一带下路兵线，直接回家。这里的话可以准备接着打团。这里试一下看一个大招，哎，但有护盾，打的血量有点不是很足。对面上辅助在上面啊，那赵信也在，还有那个诺手应该也在上半野区的，这种大家得小心一些啊，漏了。啊，赵信的话被逮住了，对面掉点。后续的话，这里 QE 这 QE 得同时这样的话，伤害会瞬间打出来，好的一个那个效果。对面龙王打中3个啊，我天！哎，这里控到了以后，直接给大招。就他这里为什么会感觉起手大招跟后面大招不一样呢？因为有那个连破，连破伤害还是不低的哦。后续，而且它主要是还有法爆球，法爆球的话，那个到了那个滴血的时候，它那个斩杀线真的很高。这里打一套，你看这个大招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伤害就高很多。
直接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点塔一波了。对方其实没有太多的翻盘机会，可以这把辅助变 C 位了。好，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后面还有一局也是很 C 的啊，欢迎大家接着往下看。